仍然用尽全力活下去。父亲，兄长，父亲。老太君，第28个了。不就是块普通的布料吗？故弄玄虚。下一位，老太君，只剩下最后2位姑娘了。让他们摸，这镇长已经是把京城翻了个底朝天，难道上天真不肯给裴家一条活路吗？好凉，30个，整整30个，一个都不是。老太君保重身子，兴许那命定之女不在今日这些人里，全京城的贵女都在这儿了。嫡出的、庶出的、文官家的、武将家的，连皇上家的姑娘我都请了。祖母，散了吧。太医昨日给你诊脉，说你脉象已有衰败之兆，裴家男丁无一活过30，你过了年便满29，剩下不足1载。你若没有子嗣，就这么走了。九泉之下，我有何颜面去见裴家的列祖列宗？那便是裴家气数已尽。什么世外高人，什么命定之女，全是骗人的鬼话！我叫江果儿，我本是定远侯府家的嫡女，2年前背负满门抄斩的血海深仇，为了调查真相，我不得不化名进入当朝首府裴岩府中。可进府1个月了，别说接近裴岩的衣角，就连烧洗澡水这种粗活都轮不到我。今日怎么是你？回翠萍姐姐，莲花昨夜染了风寒，万幸姐姐来了。嬷嬷说松鹤园缺人手劈柴，这里便有劳姐姐了。有贼心没贼胆的贱骨头！全家108口，满门抄斩，我定要在这相府活下去，查明真相，为我江家报仇雪恨。松鹤园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难道是有人行厌胜之术？这东西竟然是热的，好暖和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一股陌生的女子特有绵软的触感贴到我的胸口上？相爷，奴婢替您按按头，去罚。滚！属下无能，定是周围全无刺客踪迹，茶水香炉验过无毒，那3个丫鬟发了毒誓，绝无不轨。怎么回事？胸口那种柔软的触感，为何怎么也甩不掉？做你的人怎么想的？真把你当人了不成？羞什么？就你这东西，定然不能与那位相爷相比。我先把你看习惯了，以后程程就不会出现了。连条裤子都不穿，成何体统？今天我受累，给你做一条。腰身这么窄，腿倒是挺长。又来了，温热的触感，好软的手，到底是谁？哎呀，有点紧，别卡住了。
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小三，内院外院一只飞虫都不许放出去。去查，今日谁捡到了一个卷丝人偶，尽量不要惊动老太君。素月，你兄长的赌债还没还清吧？姐姐有个法子，若成了，你不仅能还债，还能飞上枝头变凤凰。你敢不敢赌一把？你说那绢丝人偶是你捡的？回老太君，是奴婢傍晚倒脏水时在墙根捡到的，奴婢怕被说是邪物，便压在了褥子底下，没敢拿出来。老太君，不如先派人去把东西取来验明。好，苍天有眼啊！李嬷嬷，立刻带他去沐浴更衣。若你真是那个有福气的，裴家断然不会亏待你。今夜就由你去伺候相爷。多谢老太君，奴婢一定尽心伺候相爷。相爷，奴婢素月奉老太君之命前来伺候您。滚！老太君挂心相爷的身子，奴婢若是就这么走了，没法交差啊。你身上怎么会有雪中春心的味道？常用这种香的女人，我只认识一个，你是皇后的人。相爷饶命，奴婢不知什么香。这香囊是谁给你的？是翠萍姐姐给的。今夜之事，你若敢对任何人吐露半个字，便与你全家去黄泉相见了。奴婢明白，奴婢什么都不知道。抬水进来，本相要沐浴，把他送回去。素月姐姐，一点心意，恭喜姐姐。她起身步子轻快，双腿自然并拢，坐下时姿态松弛，毫无酸软之态。她根本没有被临亲，裴印将她留在房里1个时辰，还要当众药水沐浴，是在做戏给谁看？好深的城府。果儿，相爷连素月那样的都看得上，那咱们岂不是也有盼头？你日后肯定也能上位。素月姐姐正得宠，我可没那个胆子去争，我还要去劈柴，先走了。裴隐这样心机深沉、不轻易动情的男人，才是最完美的复仇工具。嬷嬷，这洞烧得深，若用同色缎子打补丁，必会留疤。老太君眼睛毒，瞧见补丁，怕是更毒心。那你有什么好法子？奴婢可用胡氏针法，在破洞处正反两面同时下针，顺着这缠枝莲的花叶走势，绣补一小簇新纹样，绝看不出破绽。胡氏针法，那可是失传已久的前朝绝技，你从哪儿学的？奴婢老家在连州，娘是个绣娘，小时候跟着一位脾气古怪的胡婆婆学过几手，大图绣不了，补个洞还是成的。好，你姑且一试。松河园小楼有间绣房，里面材料齐全，这几日特许你进出取用。多谢嬷嬷信任。这幅画我怎么看着如此眼熟？到底在哪里见过？嘴上说没指望，私底下却迫不及待。也好，你想上位，正好给我打掩护。既然你帮我取暖，我也不能亏待你。这羊皮正好给你做双小靴子，黑锦做顶官帽，保准把你打扮成一个俏郎君。被角折叠的方向反了，垫布也偏了半寸。有人趁我不在搜过我的房间。褥子底下那根我特意放的头发丝不见了，有人翻过我的床。若非我事先留了记号，根本察觉不到。如果是相爷起了疑心，派暗卫来查，直接一道口令把我拖出去杖毙便是。既然我还活着，就说明这次搜查不是冲我来的，那是在查什么？总不会是冲着这玩意儿来的吧？一个人偶而已，哪里会惊动相爷？真乖，你就坐这儿看我干活吧。你知道这裴府有多少人吗？大房就是咱们相爷，孤家寡人一个，二爷三爷都有儿女，你说气不气人？不过他要是早早开枝散叶，哪还轮得到我？总是光着脸，怪瘆人的。眼睛绣大点还是小点呢？传闻裴隐生得极好，剑眉星目，男人嘛，眉毛浓一点英气，眼睛嘛就绣细长的吧，显得凶一点。
配得上他首府的派头。薄一点吧，薄唇的男人看着就寡情。叔父大人，您脸色不大好。失陪。那个女人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到底在对我的人偶做了什么？好手艺，这正散两面针脚一模一样。我活了50年，还是头回见。嬷嬷过奖，不过是笨功夫，能入嬷嬷的眼，是果儿的福气。明日便是老太君58岁生辰，我看你手脚利索，可愿意来松鹤园伺候酒水？多谢嬷嬷抬举，果儿定万死不辞，不让嬷嬷失望。这将是我迈出的第一步。是啊。令仪丫头，来，坐祖母身边。薛令仪，我唯一的手帕胶。好孩子，出落得这般标致，来尝尝祖母亲手酿的桂花酒。他应该是没认出我来。谢谢啊！老太君，素月给您磕头贺寿来了。素月，你怎么了？素月，都别慌，管家，封门，去请相爷。相爷，奴婢亲眼所见，素月倒下之前只喝过一盏茶，那盏茶就是他倒的。定是这贱婢嫉妒素月得了相爷亲眼，借机痛下杀手。大人明鉴，那盏茶自奴婢倒好搁在桌角，到素月姐姐饮用，中间隔了至少半炷香，来往10几人谁都能下毒。奴婢若要害人，何必当着满堂金客用自己亲手倒的茶？况且动他等同于打相爷的脸，奴婢再蠢，也绝不敢拿性命试探相爷。今日下毒必是皇后眼线所为，为了顺水推舟引出幕后真凶，只能暂且委屈他了。人证在此，动机确凿，把这毒妇拖下去，关进北院柴房，严加看管，听候发落。相爷，放开我，我是冤枉的，你不辨是非，草菅人命。裴银，你这个伪君子，什么天下景仰、公正廉明，分明是冷血无情、眼盲心瞎。枉我父亲还夸你，你根本是个猪狗不如的混账。这是眼泪，他在哭。小三，去查，今夜府里哪房的丫鬟受了罚，或是遭了极大的委屈，我要确切的名字。主子，属下率暗卫将府中上下逐一排查，没有任何异常，只有一个。谁？是昨晚被您亲自下令关进柴房的那个江果儿。竟然是他，那个在寿宴上被攀污的替罪羊，居然就是老太君口中的命定之女。传我的话，柴房那边给暗中看检了，绝不可让他在柴房出事。若有人试图对他按下敌手，立刻他性命。属下遵命。什么狗屁首府，断案断成这样！我若死在这里，
满门血仇谁来报？果儿，果儿，你还活着吗？哎呀，你慢点儿，噎死了可怎么好？莲花，帮我一个忙，去一趟尚书府，你就说是受人所托，求见薛家大小姐薛令仪。只要你念出4句诗，她一定会见你。你疯了！我一个通房丫头，连尚书府的门槛都碰不到。你给我死死记住：碧纱窗外雨如丝，独坐黄昏谁得知？来生愿作池中藕，藕断丝连不分离。这，万一我忘了呢？你若忘了，就等着给我收尸，记不住也得记。这4句诗就是我的命。令爷，如果你还记得，一定要救救我。小姐，外头来了个裴府的粗使丫鬟，说是受人之托，一定要见您一面。裴府昨日刚出毒杀案，今天就派个丫鬟来，不见。可是那丫鬟嘴里一直念叨着一句诗，说什么碧纱窗外雨如丝。你说什么？让她进来，立刻！碧纱窗外雨如丝，独坐黄昏谁得知？来生愿作池中藕，藕断丝连不分离。教你这首诗的人现在在哪儿？在裴府柴房里。他叫江果儿，若是今天洗不清嫌疑，他就活不成了。顺顺，你果然还活着。绿衣，立刻把我的针灸药箱备好，我要去裴府。老太君，昨日那素月丫鬟死状凄惨，分明是中了极其罕见的烈性剧毒。颖儿已经把下毒的丫鬟关起来了。这就奇了，普通下等丫鬟怎么可能弄到这种见血封喉的烈毒？老太君细想，今日能毒死一个素月，明日会不会误伤旁人？倘若这毒原本是冲着老太君您或者是相爷去的呢？只是素月阴差阳错当了替死鬼，这还了得？令仪不才，愿替老太君审问那丫鬟，定要查出烈毒真正来源。李嬷嬷，马上派人去柴房，把那个江果儿给我提过来。果儿妹妹，别怪姐姐心狠，相爷仁慈，特赐你一碗断肠散上路。你撒谎！相爷说的是听候发落，根本没下死令。现在这柴房里，我就是死令。来啊，把他的嘴给我掰开，灌下去！相爷仁慈，特意吩咐留你个全尸。果儿妹妹，安心上路吧。滚开！装进麻袋，扔去乱葬岗喂狗。好大的胆子，竟把自己的人偶藏在了这种地方。也许还没有断气。没有中毒之象。好个刁奴！素月死的不明不白，你还敢装可怜？说，毒药藏在哪里？奴婢冤枉，求薛小姐明鉴。老太君，既然他不肯认，不如直接搜身，再去搜查他的住处。薛小姐，奴婢想起来了，翠萍姐姐曾私下抱怨过素月姐姐得宠，还说过早晚要让她好看。李嬷嬷，去搜翠萍和那俩婆子的住处，一处也别放过。
老太君在翠屏隔壁2个粗使婆子房里找到了这个，这是纯净的乌头碱，症状与素月发作时一模一样。祖母受惊，此时暗卫已经查明，那2个粗使婆子因欠钱对素月下毒，恰好被翠屏听到。那翠伯呢？翠伯想推江母儿入水，刚好被暗卫撞上，人我已经处置干净了。翠屏欲下不言，连累无辜，降为3等，日后去外院倒夜香罢了。他在撒谎，那2个婆子成了新的替死鬼。这丫鬟平白受了无妄之灾，既是受了委屈，并当补偿，让她去内室贴身伺候起居吧。好，好，好！今日多谢薛小姐替裴府查清疑点。令姨丫头，今日必须留下陪老身用膳。主子，属下怕症状不显，自作主张加了少许曼陀罗，绝不偿命。下次再自作主张，自己去刑房领罚，滚！嬷嬷留步，相爷大恩，可奴婢这身泥污实在怕污了相爷的眼，求嬷嬷赏奴婢一身干净袄裙、热水和皂角，稍微捯饬一下，免得冲撞了主子。去前面女客用的净房吧，我让人给你拿衣裳。相爷的心眼子比莲蓬还多，若不是你这小福星保佑，我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。真乖，赏你个香吻。该死！哪位贵人更衣撞翻东西了？乖，你可要继续保佑我哦。这女人简直找死！哎呀，令姨失礼了，就让这丫鬟带我去趟净室吧。顺顺，真的是你！1年了，我每天都在想你。令姨，是我接近裴相是我唯一的机会，我必须查清当年父兄被诬通敌的真相。如果我能怀上他的孩子，生下男孩，你若不嫌弃，便记在你的名下。好，你在内室小心，我来帮你筹谋。江果儿，这是老太君特意赏你压惊的，赶紧喝了吧。奴婢江假儿，谢相爷救命之恩。起来吧。难不成在偏房偷偷藏了娇客，方才吃过晚饭就颠鸢倒凤去了？杵在那里干什么？通房该做些什么？还要本相提醒吗？原来就是这张平平无奇的嘴，轻薄了本相。臭男人，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。去把床幔放下，自己上来。
听闻你们乌江族人为了求子，踏上皆是女子曲意丰盈，没别的，就只教这些狐媚下作的阿杂手段吗？相爷说笑了，但为朝云，暮为行雨，这不是人之常情吗？不过奴婢确实知道一种法子，名为欢喜佛，需女子在上，能最大程度承接恩子，尽快受孕。为免受伤，求相爷恩准，赐奴婢一盒活血化瘀的脂膏。奴婢签了死契做通房，让爷舒坦是本分。听闻敦伦之礼乃人伦大节，天地之义也。难道这样，相爷也觉得羞耻吗？放肆！你怎么敢？狗男人，一点不知轻重。29年没碰过女人，生啃啊！不想我再把你踹下去，就老实点儿。29年没碰过女人是吧？真拿自己当开荒的老母牛了。老太君，奴婢怕死。苏月姐姐的下场历历在目，求老太君千万别声张此事。若未来主母容得下，奴婢定当安安分分做一辈子通房，为相爷圆满子嗣。好孩子，既然你不想声张，老头子也不勉强。从今往后粗活不必做了，去绣房待着，多养养身子。光天化日的，这女人到底在对润藕干什么？火阎王又发什么疯啊？欢喜佛，难道这种事还有一个通房丫头来教我？相爷，相爷，您没事吧？无事，聋了！我说无事。江果儿呢？不懂规矩，既是贴身伺候的，本相在哪儿，他就该在哪儿候着。去，叫他滚过来沏茶。相爷发了好大的火，让我去叫果儿姑娘来沏茶。你去叫人吧，茶我来沏。江果儿那干瘪的豆芽菜，才1碗就被咽气了。男人嘛，到底还是喜欢风雨妩媚的。相爷，这些书，奴婢帮您放好。狗男人，开了荤果然一发不可收拾。你要去哪儿？站住！相爷传你多久了？上哪儿躲懒去了？还不赶紧跪下，把地上的茶水擦干净！这青砖可是老太君特意铺的，见不得水。万一相爷滑倒，你有几条命担待？还不快擦！是，奴婢这就擦。绿萝，地砖特殊，一滴水便会滑脚。既如此，这洒了一地茶水与碎瓷，便由你亲手收拾。还有这些春剑，一本本落回书架。倘若留有一丁点碎片，或放烟了一丝一毫，
你就不必待在内院了。相爷，这不是奴婢弄的。怎么，是觉得本相这副皮囊下是登徒子，会同你在书房白日宣淫？相爷饶命，奴婢这就收拾。相爷叫奴婢来，是有什么吩咐？磨磨蹭蹭，进门瞧见绿萝，手就抖成那样。喜欢吃醋啊？到底是试了情，隔天就耍出这种拐弯抹角的手段，逼着本相替你出头。以后这种苦肉计不要使了，手伸出来。我什么时候耍手段了？你少自作多情。来人，取烫伤药。疼吗？既知道疼，以后便安分守己。相府，相爷，药还没上完呢。我看看有没有烫到别处。相爷，奴婢突然想起一桩趣闻：胡同口的王屠户大白天拉着婆娘在院子里，结果被他大黄狗当成贼咬了屁股，这青天白日的，容易遭现世报啊！相爷，本相府里没养黄狗。够了。这是什么？江果儿，你吃了雄心豹子胆吗？是奴婢自己缝的，奴婢知罪。从进府那天起，奴婢就暗暗仰慕相父，奴婢身份卑微，不敢奢求，只能照着相爷的样子，一针一线缝了人偶，给他穿上这身衣裳，就好像奴婢真的在服侍相爷，和相爷肌肤相亲。荒唐，不过一个通房罢了，也配肖想本相？若相上觉得被奴婢玷污了，便给奴婢一个痛快吧。那你便3日之内给本相做足10套亵衣亵裤，春夏秋冬4季不同。若是有一丁点不合心意，就打断你的腿。周姐姐，相爷吩咐我赶制10套亵衣裤，时间紧迫，能否借几块好料子，再请姐姐搭把手？10套，这真的是相爷亲口吩咐的，可有他人见证？这是相爷单独交代的。果儿，不是姐姐不信你，相爷一向仁厚，怎会提这等强人所难的要求？是，我承认你的手艺比我精细。可我在这府里10年了，用得着你一个新来的在我跟前炫耀，还往自己脸上贴金？这种鬼话你也编得出来？姐姐教训的对，是果儿唐突了。果儿妹妹来的正好，王婶儿，快挑只最肥的老母鸡给妹妹炖汤。绿萝姐姐客气了。妹妹伺候相爷辛苦了，快趁热吃。昨日才被罚跪碎瓷片，今日就来献殷勤，大庭广众绝不敢下毒，且看她唱什么戏。多谢姐姐。小贱人，等你得意忘形，薛家大小姐进门有你受的。果儿，我问你个事儿，侍寝到底是什么感觉啊？相府厉害吗？厉害，当然厉害，龙精虎猛，威武非凡，而且怜香惜玉，疼人的很呢。果儿姐，听说薛家正在精挑细选，过几日就要把适婚丫鬟送过来了。15、16岁水灵灵的小姑娘，你可千万争气，别被比下去了。以后这话烂在肚子里，当心隔墙有耳。
这玩意儿是专门用来写情书的，裴相也会写情书，写给令仪的。清醒点，大好机会，必须寻找定远侯府冤案的线索，绝密文书一定在里面。相爷回来了，您今儿个真早。定远侯慕容奎通敌的密函，究竟是在赤峰还是宣府截获的？慕容奎的长子慕容胜，兵部发文令他带兵赶往赤峰，当真发给内阁阅眼过。兵部调令，3月初8，赤峰。这是大哥当年全军覆没，被扣上通敌叛国罪名的那一战。裴炎怎么会知道？难道定远侯府的灭门惨案，他也参与其中？不能冲动，万一他也是设局之人，我一旦暴露身份，不仅无法报仇，还会死无葬身之地。必须忍。过来。相爷，您醉了，快放开奴婢，快放开奴婢！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你怕不是满口谎言，暗地里对本相施展了什么巫术？相爷，奴婢没有。什么破玩意儿！本相就在眼前，你还抱着那破东西做什么？不是说仰慕我？好，好，好，我不抱他。相爷，您先坐好成吗？你在做什么？我趁本相酒醉又来勾引，本相都宠幸你2次了，还嫌不够？明明是你抱着我不撒手的。相夫说的是，都是奴婢的不是。您酒醒了，该用些醒酒汤和早膳了，奴婢这就去准备。相爷，您瞧瞧这几组颜色哪些合眼缘？母亲留给我最后的意象，也是蜀灰滚边胭脂红里的春衫。这个女人难道会读心？亵衣亵裤穿在最里面，这2种颜色倒是可以多做一套。奴婢还有一事要回禀：3日10套，4季齐全，绣房的料子不够，奴婢想借布房钥匙一用，还请相爷允准。存放布匹的库房钥匙在老太君手中，你不去请示老太君，却来求我。相爷息怒，实在是您催得急。奴婢想着，若为这点小事去扰老太君清静，实在不敬。可若耽误了相爷的差事，更是万死莫辞。思来想去，只能厚着脸皮来求您。您是裴家之主，这点小事就是您一句话的事。没用的东西，回去睡觉吧。相姑娘，相爷今早去给老太君请安，顺道把钥匙要过来了，您快去取料子吧。江果儿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府里的库房也是你能随便进的？这些胡丝缎、织金缎是你能碰的吗？你定是勾引了库房转怪，撕开库房！周姐姐看清楚了，这是库房的钥匙。我看你不仅勾搭了转怪，还怂恿他偷了红珠姑娘的钥匙，你死定了！我这就去找红珠对峙。江果儿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府里的库房也是你能随便进的？这些胡丝缎、织金缎是你能碰的吗？你定是勾引了库房转怪，撕开库房！周姐姐看清楚了，这是库房的钥匙。我看你不仅勾搭了转怪，还怂恿他偷了红珠姑娘的钥匙，你死定了！我这就去找红珠对峙。
这是御赐的，没有老太君吩咐，我们不敢动啊。红珠，你快看，就是这个狐梅子偷了你的钥匙。江姑娘，咱们府里的规矩，未经巡举私自取用库房钥匙，轻则杖20，重则发卖出家。我不是要为难你，只是这钥匙来路不明，若是传到老太君耳朵里，这钥匙是今早相爷身边的小厮阿平交给我。红珠姐姐若不信，大可以把阿平找来对质。凭什么钥匙在我手里，就一定是偷的？哼！江姑娘果真聪明。昨儿黄昏在相爷书房伺候到天黑，今早又和小厮私下接触，接着又独自跑到库房。你这般行事，当真不怕相爷知道吗？你现在老老实实承认了偷窃，把钥匙还回来，我便替你遮掩。既然红珠姐姐非要追究，那就请掌管后院的李嬷嬷来审。江抹儿，你不识好歹，来人，把她请到楼下去。放手！给我撕了她的衣裳，看她还怎么嘴硬！不能坐以待毙，不然我的名声就全毁了。拦住他！那边找找，快！吓死我了！幸好跑得快，不然咱俩今天都要完了。哎呀，江姑娘怎么落水了？天哪，从头到脚都湿透了，衣服也破了。这是哪个不长眼的，竟敢欺负你啊？是你！来人呐，快来人！江姑娘掉到水里面了！江姑娘别怕，我已经叫人来了。等大家看到你这副样子，我看相爷还要不要你。如果再选一次，我还会为了复仇接近裴炎吗？怎么办？靴子丢了，相爷的靴子丢了！江姑娘，你还在发烧啊？相爷吩咐过不许你下床的，快跟我回去吧。周秀娘说我偷面料，红珠姐姐说我偷钥匙，可我没有，找不到靴子，相爷会怪我的。他烧糊涂了，你就由着他胡来，连件大肠也不知道劈，要你何用？别哭了，慢慢说，你到底丢了什么？相爷的小靴子掉了，我昨日露水，多亏相爷保佑才没冻死，可我却没有保护好相爷，我真没有。他折腾掉半条命，在冰天雪地里跑出来，就是为了给这破人偶找一只靴子。别找了，我让别人去找一只靴子，拇指大小，黑缎面的，还有查清昨日是谁把他推下水的。是。主子，属下发现此人在池塘附近鬼鬼祟祟，稍微动了点手段，他就招了。相爷饶命！相爷饶命啊！是红主姑娘让奴才干的。她说只要江女子一出来，就让奴才轻薄她，求相爷开恩。红珠，好一个狗奴才！小三，去把红珠叫来。相爷，跪下！阿平，把你刚才的话当着所有人的面一字不落的再说一遍。
是红珠姐姐，是她指使奴才，让奴才去曲桥附近盯着江姑娘。奴才一时猪油蒙了心，听了她的挑唆。相爷饶命，相爷饶命啊！还胡说！相爷他血口喷人，他一个粗使小三的话，相爷怎能轻信？凭他一张嘴，难道就要定奴婢的罪？证据呢？人证呢？奴婢只是让他去瞧瞧江果儿躲到了哪里，谁成想他竟丧尽天良，竟干出这种事。相爷，这跟奴婢无关的，都是他自作主张。说完了。那你为什么要在曲桥上当众欺辱江果儿？相叔，您同薛家大小姐的婚事可是已经定下来了。等新夫人过了门，便抬你做姨娘。放心，不会有人再欺负你。婚事已过了纳吉与纳正，快了。而且我已在信中对薛令仪提起过你。多谢相爷，奴婢定当安分守己，侍奉好新夫人，为相府延满子嗣。一个通房得知主子要娶正姬，不该心里泛酸，他怎么高兴成这副模样？今日你当着满院子下人的面这样替他出头，可曾想过往后他在这府里日子是好过了，还是更难过了？你打断了红珠的腿，李嬷嬷心里那根刺可算是种下了。用不了明早，满府都得传你为了个通房丫头神魂绵起。她一个通房丫头能有多深的心思？就算有些心眼，也不过是想活命罢了。你想护着那丫头，祖母不拦你，可她能不能在这府里立住脚，不在你打杀了多少人，而在她能不能得到薛令仪的认可。薛家那边已经递了话，过几日就把试婚丫鬟送过来，你就算不喜欢，该走的过场还是要走。还有，那丫头受了大惊吓，你这几日悠着点儿，别把人折腾坏了，反倒误了子嗣。孙儿知道。江果儿，这位是薛家送来的试婚丫鬟秋月，从今晚起便由她伺候相爷，你可得好生照应着。原来你就是江姑娘啊，瞧着也不过如此嘛。秦嬷嬷放心，伺候主人我比谁都拿手。往后这内事有我便足够了。姐姐辛苦了这么多日，也该好好歇息了。相爷入睡前习惯饮半盏温茶，武夷的正山小姐，水温要放到刚好入口。香炉只能燃禅香或鹅梨香，不可换别的。床头暗格里有白玉盒，里面是……行了行了，啰嗦死了。这些事我自有分寸，用不着你来教。这身好，有几分相爷上朝的架势。芝兰玉树，俊美不凡。滚！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教本相做事？江果儿人呢？死哪儿去了？相爷，谁准你自作主张的？那个盒子谁准他碰的？里面的东西也是他能换的。奴婢不知。不知？本相的规矩你没教他。你胡说！你根本就没提过职高的事。相爷，你别信他，是他故意不说清楚，想看奴婢出丑。来人，把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给本相拖出去！相爷饶命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该死，这女人身上的脂粉味让我恶心至极。可江果这手香烟却像火星一样点着了我。既然人被你气走了，那今晚就由你来替他。来人，端水进来，伺候她在床上洗漱，再去请府医来为江姑娘诊脉。赵管事，送到薛府，亲手交给吏部尚书薛大人。是。来人，把夫人给我叫过来！看看你自己干的好事！赵氏，你真是胆大包天，还
裴嫣在信中斥责秋月行止轻佻，甚至在脂膏中暗藏催情散。老爷，我不知道秋月会，妾身冤枉啊！你敢说你不知情？妾身冤枉，妾身不过是想让秋月好好伺候裴相，谁知道那贱蹄子私自动了手脚。秋月是你一手调教出来的人，令仪再怎么说也是薛家的嫡长女，你这么作践她，真以为裴相看不出来？那是杀伐果断的内阁首辅，满朝文武的心思他都能摸个透。你这点不入流的安阿心思，他一眼就看穿了。凭什么薛灵仪那个丧门星能高攀相府，亲生女儿却只能嫁给穷酸状元？哼！明日一早就把令仪身边最妥当的大丫鬟绿衣送去裴府，再备一份重礼赔罪。你好歹也是令仪的继母，别再给我动那些下作心思。裴相若因此退婚，我便休了你。是，嬷嬷，你说表哥他从小那么爱干净的一个人，别人碰他一下，他恨不得洗掉一层皮，怎么现在就荤素不忌了？弄死了一个通房，居然又冒出来一个浆果儿！他不仅宠幸了他一整夜，还为了他写信去斥责薛家送去的失婚丫鬟。娘娘息怒，相爷恳请女色是为裴家传宗接代，这也算好事啊。他都能碰那2个低贱的通房了，那他也能碰我？娘娘，这万万使不得呀！您是皇后，裴相是臣子，私通外臣，那是要诛9族的呀！我是皇后又怎样？皇上在榻上早就是个废人。这深宫里没有一处是干净的，只有表哥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念想。明日午后内阁休息，表哥关在偏殿小憩。明日你帮我盯着外头，我一定要去见他，我要他。谁？表哥。皇后娘娘，此处是内阁，并非您该来的地方。我知道你会生气，可我若不来，就会被这深宫活活憋疯。表哥，你曾说过，等我及笄了，就来娶我。当年的话，你都忘了吗？当年被你对你许诺的明明是裴璋，已经妄想把这些全安在我头上。表哥，求你了，帮帮我，求你疼疼我。我们本就该是夫妻的，就当还跟从前一样，好不好？你疯了！竟敢在身上下这种暗糟东西！我是疯了。这4年，我每天晚上都要摸着你当年送我的那张纸剑才能入眠。萧玉珍，你听清楚，回去必须把那张纸剑烧了，否则你我此生死生不复相见。我烧，我回去就烧。表哥，求你别不见我！看在当年我带你受罪，喝了那杯毒茶的份上，就抱我一下，好吗？过来，让我抱一下。相爷回。相爷今日不是在内阁当值吗？怎么带着一身女人的味道回来？难道他开荤没几天，家里这么多通房不睡，竟跑去外头逛窑子了？什么端茶的宫女，用得起这般稀有的香品，分明是外头哪个不干不净的女人。要是让这活阎王染上什么脏病，我这肚子还指望谁？这么卖力的伺候，是盼着今晚还能侍寝。罢，今日便随了他的愿。这袖口的针脚歪了，奴婢明日就拆了重组。怎么，你不愿意？相爷在外头操劳，奴婢岂敢？今日在宫中有个端茶的宫女没长眼，撞到我了，沾了些俗香罢了，也值得你这般之情。相爷身子贵重，若是在外头，那些勾栏瓦舍里的女子到底不干净，万一伤了贵体，耽误了延绵子嗣的大业，老太君该有多伤心啊！府里环肥燕饶的通房多的是，相爷若是图新鲜，
尽可吩咐秦嬷嬷去挑。原来这女人根本不是在吃醋，而是怕我在外头乱搞染了病，耽误了她借肚子上位的大计。去书房，还不快去！书架最厢层落着好些个匣子，你去挑一本春册过来。相爷，挑好了，您瞧瞧。哎，相爷这体力，神仙来了也得扶墙走。快喝口鸡汤补补。姐姐辛苦了。早起喝该饮些温热茶水，怎能喝残茶？瞧我这记性，这就去换茶。奴婢见过慕容姑娘，你竟还认得我？多年未见，姑娘出落的愈发标致了，只是较从前清简了太多。试婚一事，我家小姐千叮万嘱，这裴府上下她只相信您，全凭姑娘做主。相爷喜静，最厌房下人多嘴。进了内室，他不开口，你就别出声。床头暗格里有脂膏，不可私自更换。茶水必须刚滚开的，晾到70%热。他太烫要发火，凉了他不喝。他就寝前喜欢靠在床头看书，记得把铜灯挪到他左手边，别挡着光。姑娘果真心细如尘。你只管把伞撑好，别让它淋着雪，不要多话。太好了，今晚不用陪那个活阎王，就咱俩睡，多好。毕竟是薛大人千金的贴身丫鬟，知书达理，哪像我，连来路都变了。薛家的大丫鬟一来就被相爷开了脸，果然不一样。那浆果算个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个发泄的无劲儿罢了。怎么毛手毛脚？难怪一大早上不见人，故意跑这儿来躲懒了。奴婢知错。你且好生安置他们，相爷身边不能缺了伺候的人。你是个懂事的，从今个月起利钱翻倍。谢老太君恩典。江姐姐，咱们都是主子赏下来伺候相爷的，你凭什么把我们分那么偏？这也太不公平了吧！刚来就想要公平，那要不要我把耳房也让出来给你们住？绿衣姑娘是未来当家主母的人，连我都得敬你。惹恼了我不打紧，若是伤了薛家和裴府的情分，仔细老太君扒了你们的皮！滚！你倒是大方，什么阿猫阿狗都敢往我房里塞。仙仙姑娘是三夫人特意孝敬您的，奴婢不敢自作主张。我看你敢的很。相爷，不要，这里不行。绿茵没给你毒药，上朝前明明交代过的。今日绿茵忙着安置新通房，大约忘了吧。昨晚我让绿衣背了半宿薛家家训，我根本没碰她。眼圈这么黑，昨晚躲被子里偷偷哭鼻子了。多谢相爷垂怜，只是奴婢今日身子不爽嘞。要是相爷没尽兴，奴婢去给您换其他通房。闭嘴，睡觉。住手！那是给薛大小姐备的聘礼，是你一个通房能碰的吗？还不快滚回屋里去！父兄的卷宗，他究竟藏在哪儿？当今皇后，她竟然一直留着皇后的情诗。你在书房做什么？奴婢替阿福顶会儿职，
顺道想借本《游名山记》看看。你今日是不是煮了元宵？为何没有我的份？奴婢手艺粗浅，怕不合相家胃口。去，煮一碗来。现在，亲口喂我。耳朵叫血埋了不成？我说的是亲口。相爷，相爷，宫里来人了，圣上深夜急召您进宫。淑妃前日跟朕说，她宫里的太监撞见太子深夜徘徊在坤宁宫外好几次了。陛下可有人证物证？若是仅凭一面之词追查，恐伤了天家体面，更寒了太子的心。你和皇后从小青梅竹马，你觉得她是那种人吗？臣与皇后12岁之后便少了来往，皇后入宫多年，臣实不敢妄言品行。但太子殿下行事谨慎，断不会有此等秽乱之举。行了，你回吧。今夜的话烂在肚子里。萧玉珍，你到底还要生出多少事端？若让陛下抓到使者，莫说你，连我裴家也要受牵连。连夜送到萧府，务必亲手交给萧大人，告诉他，管好他的好女儿。莲花当值走不开，让我替她来递月例银子。就这么点儿？我闺女伺候堂堂首府大人，一个月才给这么些银子，是不是你们这些人压着不让她出头？莲花在府里吃穿不成，钱都省下来给你们，你们若嫌少，大可让她出府回乡。嘿嘿，这位姐姐，你就是那个江果儿吧？我听我姐提起过你。你是莲花的弟弟，放肆！相府门前，岂容你拉拉扯扯？嘿嘿嘿，也长得比姚姐儿还水灵。既然被相爷开练了，平日里肯定得了不少赏赐吧？不如分弟弟几个花花。真是一对细小的丝，我的处境原来竟这般卑劣。哎，我们还没问完呢。莲花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被相爷看上？你们是姐妹，要替她说些好话呀。若是莲花得势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就是，姐姐生的这般水灵好看，肯定很得相爷同宠，说得上话。刘婆子何在？江姑娘，出什么事儿了？这3人赖在角门不走，还敢对我动手动脚，不知死活！给我打出去，送客！哎呦喂，没天理了，动手打人了！未过门的媳妇竟敢对婆母动手，都来评评理呀！贾宝柱和这个江姑娘，可是莲花亲口做的媒。可不是嘛，江姐姐私下里可温柔了，还说只要我对她好，她什么都听我的。往后过了门啊，保证把我伺候的舒舒服服、服服帖帖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啊，姐姐说了，你不就是相爷的一个通房吗？相爷不过是拿你当个玩意儿，又没给你名分。正房夫人马上就要进门了，你还指望能被抬成妾？就是，我们保住新时辰，保准对你好。莲花从未跟我说过这种事，你们若再胡说八道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不客气，姐姐，你要是没这个意思，干嘛特意出来见我呢？那不是明摆着相府不疼你，你想找下家了吗？这个通房还挑什么挑？我们保住不嫌弃你就不错了。你说我对你有意，证据呢？我跟你们都是头一回见，哪来的私相授受？你有2块肚兜，一件藕荷配青黛，一件月白搭葱绿，还都是鸳鸯戏水的图样。我要不是你的相好，我能知道这个？除了香莲，就只有莲花看到过，竟把这私密事告诉了他弟弟。够了，你空口无凭，若拿不出实证，便是诬陷。诬陷相府通房，按律杖责20。若我告到顺天府，不知你挨板子，莲花也会被逐出裴府。走就走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往后他们再来，不必通报，直接乱棍打出。是。相爷什么时候来的？他听到了多少？
相爷，奴婢有罪，不该与闲杂人等纠缠，损了相府颜面，请相爷责罚。相爷，谁许你去见外男的？没成想会撞上一个野男人，对你动手动脚。相爷，那是莲花的弟弟，奴婢根本不认识他。不认识？他怎么知道你肚兜的花样？这里被他碰了？没有，奴婢躲开了，真的没有。躲什么？相爷教训的是，奴婢不知检点，惹相爷生厌了。相爷马上要大婚了，薛大小姐是未来的主母，奴婢身份卑贱，不想碍了主母的眼。江果儿，你好好看着我，怎么故意躲着我？是想跟那个宝珠远走高飞？你是不是真觉得那个宝珠比我好？相爷，奴婢害怕。好了好了，不怪你，是我方才凶了些，不哭了。小三，把那一家子处理了，做干净些。我不希望再在京城看见他们。红绸食品，玉如意。果然在这儿。做个暗袋贴在内朝里层，不能鼓包。方便的很。乖宝贝，好好替我藏着。江果儿，大白天抱着人偶上下其手，我肚子解衣带，一晚上没碰就馋成这样。让之，这份运河清淤的折子你过目。放那儿就行。让之，你脸怎么这么红？连脖子根都红透了，一大早可是饮酒了？没有，就是近日上了火。什么时候的事？昨儿茶宴还好好的，许是昨夜进了耗子。果儿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三爷带着人强闯书房，非说相爷落了要紧的文书，把阿福捆起来了。裴章是皇上的眼线，他是来搜罪证的，绝不能让他拿到那本书。没有相爷的腰牌，谁也不能进！你们这是造反！三爷安，您这是在寻什么？若是文书，平日相爷都搁在几案的紫檀匣里，奴婢帮您拿出来可好？主子的事轮得到你一个下人插嘴？滚出去！奴婢生是相爷的人，死是相爷的鬼！来人啊！救命啊！三爷要强占相爷的通房了！你个贱人，你敢诬陷我！老天爷呀！三爷，你这是造的什么孽呀？裴章，你给我解释！大白天的，你在你大哥的书房里对他的通房玉兔做什么？祖母，我没有碰他，是这贱婢自己撕的衣裳，他诬陷我，我是来取文书的。取文书？让之的书房，你凭什么进？他的腰牌在你身上。老太君，您得替我做主啊！他院子里女人那么多不够，连他大哥的人都敢动了，我不活了！闭嘴！祖母，您看清楚，他衣衫不整，可我从袍子到腰带哪一处是乱的？您再看他的领口，那道口子是从上往下扯，丝线朝外翻，
明显是从里往外用力撕开的。若是我强迫他，纹路该朝里卷才对。要是真被欺负了，怎么刚才不喊救命？指不定是想勾引三爷没成，反咬一口呢。祖母，他分明是在挑拨我们裴家骨肉情分，这种心术不正的女人，必须立刻打死。三爷说的对，奴婢出身低贱，怎么会入您的眼？可三爷，奴婢的脸是自己扇的吗？这道豁口的血也是自己撞的吗？您的手劲儿大，奴婢的牙齿都被打松了。老太君，今日之事奴婢百口莫辩，既然清白被毁，奴婢唯有一死也要证自己这份清白。拦住他！快拦住他！相爷，奴婢没有，对不起您。颖儿，他不过是个通房，你让小厮……英哥，你听我解释啊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是他自己一个通房而已。就算三哥宠幸了，那也是他的福气。是非曲直，我自会查明，绝不会冤枉任何人。嫌不够丢人吗？滚回去！三爷走了吗？走了吗？果儿不怕，我下行足令，让他再也不能踏进这院子半步。你亲眼看见三爷对他动手了？奴才虽被按在地上没看见，可那掌嘎声听得真切。江姑娘哭成那样，除了被强迫，还能是什么？萧玉珍，事情未免太巧了。江管一个通房，怎么会知道这书里有皇后的情诗？除非他识字。江儿，你识字吗？好一个声东击西，故意在书房闹出动静，暗中却让人搜了内室。主子，三爷的小厮去了永宁坊，将密信交给了大内总管的徒弟黄德成。原来如此，皇帝终究是对我起疑了。裴璋竟敢做皇帝的眼线，接下来怎么办？要不要除掉他？不能打草惊蛇，拔掉他，皇帝还会安插更难缠的人；留着他，反而可控。书房暗德里的东西，今晚全部转移。那把钥匙就让他留着，我倒要看看他打开一个空匣子时是什么表情。是，主子。果儿，你若嫁人，除了嫁妆丰厚，最盼着什么？若是奴婢，定希望夫君能亲手书写婚书，聘礼再多都是身外之物，唯有白纸黑字是他亲笔写的承诺。过来，帮我研墨。裴衍竟以此书为凭，愿与薛氏令仪结为夫妇，白首不离。相爷若无旁的吩咐，奴婢先退了，绣房还有活没收尾。小儿，翠萍不见了，昨夜还在，今离点卯就没见人影。你收好内室的东西，我出去一趟。快去叫赵管事，把沿途的地毯全部翻开查。小后，救救快，救救快，救救！翠萍，跑得了初一，跑不了15。今天累坏了吧？是啊，好像是吧。一拜天地。这触感，江果儿，可今天的感觉怎么满是委屈？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礼成，送入洞房。本相去前厅待客。夫人，先喝口热的垫垫。地毯下发现了红蜈蚣，已经处理干净了，我怀疑是翠萍干的。一计不成，他定会再找机会。顺顺，帮我盯着他。
带着吃，别饿着自己。今晚无论如何也不能与相师通房。怎么会这么热？到底谁下了药？相爷，你不是该在仙房里吗？夫人身上被毒虫咬了，起了疹子，没法圆房，否则本相也不至于屈尊到你这耳房来。今日高不高兴？肯定是做梦，高兴死了。可是我觉得不舒服，这儿不舒服。相爷昨夜辛苦，妾身已去给老太君请过安了。老太君叮嘱妾身早日延绵子嗣。夫人费心了，姜氏伺候不周，罚半月利钱。相爷，大婚当日地毯下的红蜈蚣是江姑娘发现的。本欲借此打草惊蛇，逼出皇后的眼线，她竟敢瞒着我！即刻带人彻查全府，找不到放虫之人，你滚回老家！蜈蚣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奴婢以为夫人会告诉您的。相爷，您应该多陪陪夫人，她刚嫁过来。你一个通房，倒操心上主子的事了。相爷，奴婢没喝过塞爱的酒，您就当奖励奴婢发现蜈蚣，赏一杯好不好？说，你究竟是不是江果儿？是呀，我就是江果儿。我家世清白，女红顶好。你要是娶了我，就是这世上最幸福的男人。主子，三爷出院子了，正往书房这边来。相爷，人来了，不能让人看见。老实点。你长得真好看，像庙里的菩萨。你胡说什么？你昨晚好过分。三爷，您要找的是这里面的东西吧？死到临头还想狡辩，搜他身！大哥饶命！我真的是来借书的，刚巧你不在。是皇上让你来的吧？看我这个做臣子的，是不是和皇后娘娘有私情，亦或者藏了什么通敌卖国的罪证？7日之内若无解药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再碰女人。印哥儿，我错了，我全照。是皇上3年前密诏我，让我监视你的一举一动。你且回去，当今日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不过，若我需要你往圣上跟前递什么消息，你不得拒绝。这丫头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偷喝我的酒，醉倒在此，简直有失体统。夫人看该如何惩罚为好？相爷，人都醉成这样了，还怎么罚？先送他回去歇着吧。我今夜有药物，夫人早些安歇。令爷，你别误会，我不是故意要霸占相爷的，你能缠着相爷，让他少来我这儿，我谢谢你还来不及呢。去年在江南外祖家，我房里闯进一个男人，若非我拼死挣扎，差一点就清白不保。大婚那晚，我是强忍着翻江倒海的恶心，才与相夫喝了合卺酒。若真要圆房，
怕是会当场吐在他身上，所以我在红枣里下了药。对不起，果儿，我只能出此下策，委屈你了。那杀千刀的畜生是谁？你爹你外祖母不管吗？那畜生是我外祖家的二表哥赵元哲，我外祖母不仅包庇他，还要把我嫁给老头子当田房。我爹，他只当我是个扫把星，我只能逃，用最快的速度把自己嫁出去，哪怕对方是全清盘我的活阎王。令爷，我帮你，你的仇就是我的仇。那些欺辱过你、轻贱过你的人，我们一个一个连本带利的讨回来。明面上你是主母，我是通房，私下里我做你的眼睛和耳朵，谁敢作妖，我第一时间通知你。相应的，我查父兄冤案，你也要帮我遮掩。大婚那天放蜈蚣的十有八九是翠萍，我想逼她狗急跳墙，让绿玉去下人房散话，就说你体质特殊，哪怕沾染一点点麝香，也会有性命之危。翠萍一个丫鬟上哪儿弄麝香？她当然弄不到，但她曾在内院当过大丫鬟，伺候了相爷好几年。相爷书房的那些名贵药购末里，就含有大量的麝香。引君入瓮，借刀杀人。叔叔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般聪慧？这小东西又在闹什么脾气？小没良心的，惹了一肚子火，你倒睡得安稳。奴婢昨日醉酒失态，请夫人责罚。身为相爷通房，恃宠而骄，成何体统？念在你初犯又伺候相爷有功，这次便不重罚你了。从今日起，每日晨昏定省，我亲自教你规矩。夫人，果儿她……相爷，妾身再教下人规矩。谢夫人。着火了！快来人救火啊！翠萍，这大半夜的，你到相爷书房想偷什么宝贝？夫人，奴婢是怕进了贼，特地来查看的。袖子里是奴婢自己的帕子。你偷什么不好，偏偏偷着含有麝香的药末。你别告诉我，不知道夫人碰不得麝香。奴婢不知道，奴婢只是一时糊涂，想拿去换钱。大婚之日放蜈蚣的是你，如今偷麝香的也是你。说，是谁指使你的？果儿，去松鹤园把相爷请来。动手！谋害当朝首辅主母，凌迟处死。要是本相再心狠些，联合吏部尚书上个折子，诛你3族。你猜皇帝批不批？相爷不能杀我，我是皇后娘娘的人，是娘娘派奴婢潜伏在相府。娘娘吩咐，只要相爷身边出现任何您可能喜欢的女子，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除掉。本相饶你一条贱命，吃下去。若不听话，毒发时全身皮肤溃烂生疮，死状极惨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本相安插在皇后身边的狗。相爷，你在这边歇着。走水时，夫人和江果儿早就躲在廊柱后了，一直盯着大门。等翠萍翻出药沫，他们才跳出来。属下瞧着，这引蛇出洞、瓮中捉鳖的法子，跟您算计三爷的手法简直一模一样。今夜之事，多亏了夫人筹谋，以流言作饵，引翠萍自投罗网。这一招引蛇出洞用得极其精妙。夫人心思缜密，果真是本相的贤内助。本相倒要看看这后院里到底藏了多少秘密。大婚那日地毯下的毒虫实在骇人，此番揪出翠萍，也是为了城前背后杀鸡儆猴。相爷过誉了，妾身素来厌恶后宅里的阿扎算计。夫人说的极是，有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夫人不仅聪慧，还处处为相府着想，本相十分欢喜。今夜便由夫人侍寝吧。
相爷，奴婢今晚给您准备了惊喜，您要是错过，定要后悔的。夫人，你看这……相爷快去吧，切莫辜负了果儿的一片苦心。说，惩治翠萍的连环计究竟是谁的主意？奴婢当初差点被翠萍害死，心里害怕。无功的事，翠萍嫌疑最大，奴婢就想着一定要让她自食其果。可奴婢蠢笨，想不出法子，只能依葫芦画瓢，学着相爷对付三爷的手段。奴婢真不是有意瞒着相爷的。这么说，那日在窗外，你并非昏醉，而是早就醒了。奴婢不是故意醒的，可那时实在是太羞人，因而不敢发出声响。念在你初犯，就饶了你这次。你给我准备的惊喜呢？相爷，可还记得上回让奴婢去挑的春册？最后那一页，即是奴婢今夜给您准备的惊喜。昨夜如何？别提了，我就没见过这般难伺候的人。事前必须净手熏香，事后同样要洗得一尘不染。头发必须用簪子弯解，绝不允许有发丝垂落扫到它，否则就要换姿势重来。天哪，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相爷吗？哪怕是被下的热水，指尖一探便知水温差了几分。我真怀疑他上辈子是不是庙里的金佛。对了，令姨，我先前帮相爷整理薛涛简，好像写了情诗。情诗？从未。成婚前后，相爷与我之间一封信都不曾有。不是写给令姨的，那是给皇后的。裴爷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这是怎么了？早饭没吃饱？没事，嘴馋。阁老，无事。翅膀一带，流口聚众。顺顺，你心仪相爷？不是，这人偶身上穿着跟相爷样式差不多的玄衣，五官也跟相爷很像。不是的，你还将他贴身藏在心口，难怪你自愿做冲房。原来我鸠占鹊巢，夺人所爱了。我对裴炎绝无半点男女之情，伺候他全都是为了复仇大计。这就是个取暖用的玩意儿。我以前在柴房冷得受不了，抱着他暖和些，后来习惯了。令姨，我发誓，千真万确。出什么事了？我娘，我弟弟都死了。昨日衙役在城外十里坡发现了他们的尸体。莲花，节哀。果儿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说过，等你站稳脚跟，就帮我在相爷面前说好话，让我也能侍寝。莲花，我确实答应过你，但这事急不得。你不要再搪塞我了。要不是你迟迟不肯帮我，我就能攒够银子把家人接进城里，他们就不会死。你必须帮我爬上相爷的床。我要是做不到呢，那我就把那时你被关进柴房，偷偷让我给薛大小姐送口信的事告诉相爷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送口信的事你拿来威胁我没有用的。相爷若知道了你当时帮我传话，
也跑不了。我也不想这样的，你就不能让我顶替你睡在耳房吗？黑灯瞎火，只要我不做事。黑灯瞎火顶替我，你当相爷是瞎子聋子？一旦被发现，不是打板子罚跪那么简单，你死我也得跟着陪葬。果儿，我错了，我被猪油蒙了心，我梦见我爹我娘满身是血，冲我喊救命。去买点安神药，好好睡一觉，别再瞎琢磨，更别做傻事。莲花，你就亲我一口嘛，不会有人看见的。赵小栓，大白天的干什么呢？说完了就滚，再让我撞见一回，直接抱到相爷那儿去。果儿，果儿，给你，你不是最爱吃这个了吗？我特意去灶房多拿了几个，一直揣在怀里捂着。软糯香甜。相爷，相爷，奴婢跟您说话呢，您怎么了？嗓子疼？快去请府医。相爷脉象平稳，咽喉无红肿溃烂，但喉间声脉似被药物麻痹，暂时急动，应是误食了某种致哑之毒，药性极烈。敢问相爷，今日都进了些什么？难道是那几个红薯？可是江婉儿明明吃给相爷，我毒相爷，红薯怎么少了？没耗子，也没人敢动，难不成是相爷？开什么玩笑？他怎么可能吃我剩下的红薯啊？相爷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奴婢昨日搁在耳房桌上的几个红薯少了一个半，莫不是招了耗子？相爷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奴婢昨日搁在耳房桌上的几个红薯少了一个半，莫不是招了耗子？相爷，奴婢跟您说话呢。相爷今日精神可好些了？他能听见令仪的话，却听不见我的，难道毒性蔓延，他连耳朵都聋了？急死我了，怎么办？原来昨晚那句我毒相爷是听差了。小东西这副模样，分明是真心在担忧我。这下放心了，他耳朵没问题。顺顺，你真的不喜欢相府吗？不喜欢啊？
今日起，灶房所有食材、佐料逐一盘查。灶房张厨子前日采购未经内院查验便擅自入库，罚半月，打10板。奴才知错，相爷饶命啊！相爷饶命啊！帮厨王婆子上月给耳房送膳食时打翻汤碗，隐瞒不报，打10板，逐出内院，调去江洗房。相爷饶命！今天这阵仗哪里是查饮食，分明是杀鸡儆猴，而且受罚的全是跟过我接触的人。难道相爷在试探我？他怀疑是我下的毒？相爷残忍可怕，这就是他的心声。散！连太医院的老政府都束手无策，相爷这毒到底何时难解？若他一直哑着，我的翻案大计怎么办？李嬷嬷，你小心，这桶太沉了，嬷嬷怎么不叫个小丫头帮把手？奴婢先走了，您慢些。站住！嬷嬷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江果儿，你知不知道府里那么多通房，为何偏偏只有你得到了相爷的宠幸？嬷嬷，这话我听不明白。听不明白？你当真以为是凭你这张脸，还是凭你那点狐媚功夫？2个月前的赏梅宴，你还记得吧？你怀里抱着的那个人偶，就是那日捡到的。这人偶与相爷气血相通，五感共存。你怎么会知道？老太君当日请了30位名门贵女，你以为就是为了赏梅？当然不是，那是为了在他们之中寻找相爷的命定之女。命定之女？相爷的长兄、父亲、祖父都没活过30，这是裴家的命劫。老太君为了给相爷改命，特意请了一位世外高人龙川道长，做了一个绢丝人偶。龙川道长说，一旦相爷的命定之女触碰了这人偶，相爷的身体必然会有反应。那日赏梅宴上，30位贵女轮流触碰了人偶，相爷没有丝毫反应。老太君一怒之下，将人偶从窗户丢了出去。怪不得他只对我另眼相待，怪不得我每次摸一摸人偶，第2天他看我的眼神就不对劲，原来根本不是因为喜欢我，所以我就是相爷的命定之女。呸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做相爷的命定之女？若不是我老眼昏花，把龙城道之留下的符纸错贴到你身上，哪里轮得到你？符纸？那符纸原本该贴在我家红珠身上，可怜我的珠儿从小陪着相爷长大，这命梗本该是他的。人偶的事儿能解释所有说不通的地方，但我身上从未出现过什么符纸。这老太婆在撒谎，想让我愧疚。嬷嬷的意思是，我能得宠，全是因为那张符纸。我抢了红珠的命名。不错，你不过是捡了个便宜。若不是你，他怎么会被打断腿赶出府？如此说来，我倒要感谢嬷嬷给了我这条活路了。那嬷嬷现在告诉我这些，是想做什么？就算我现在能找到那张符纸还给红珠，怕是也无济于事了吧？如今相爷对我可是非常偏宠。罢了，看在你可怜的份上，我可以帮你一次。听说近日相爷中了毒，你可有办法？龙川道长行踪不定，但医术极高，他若在，定能治好相爷。而我知道他的下落。你要什么条件？只要你答应让我重新回到老太君身边，并给我儿子弄个好前程，我便亲自去把龙川道长请来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翻什么呢？我想绣个小点的香囊，绣在肚兜下面或者手肘后头，走路或房中时能散发阵阵香味。
你这丫头花样还挺多。果儿，你这几日还像之前那般难受吗？昨天夜里吐过一次，现在还是闻不得腥味，直犯恶心。果儿，我怎么了？令姨，你别吓我，我是不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？不是，你是有……夫人，夫人，相爷请您去一趟书房，说有要事相商。相爷特意交代，您自个儿过去就行，不必带江姑娘。你在这儿安生绣花，我去就回。相爷，您找妾身。相爷，给您下毒的人就是他。那日他鬼鬼祟祟，奴才便抓了回来，严加拷问。结果，他说绝不会出卖江果儿。他说江果儿是他最好的姐妹。他还说，当初江姑娘被污蔑毒杀素月时，他不忍看着江姑娘枉死，才答应替江姑娘去薛府传信，求夫人您出手相救。好一个莲花，看似拼死保护，实则句句诛心。如果我否认传信，就必须拿出证据；如果承认，裴炎就会知道后宅早已暗通。你为何隐瞒？相爷，莲花所言传信一事属实。妾身瞒报传信之事，是因为有私心。妾身在娘家处处受继母打压，借查案立威，不过是为了向相爷证明，我配得上这主母之位。妾身有私心，可江果儿断没有半点毒害您的心思。相反，他对相爷的情谊早已超出了妾身的想象。他私底下偷偷绞了自己一截头发，又从梳子上拿了相爷的头发，把它们缠在一起放入荷包，埋于外院那棵老梅树下。他起了重誓，愿今生今世与您同生共死，就算是到了阴曹地府，也要做相爷的人。相爷，你可知我裴家大房男丁从未活过30？奴婢好像听嬷嬷提过一嘴。这个傻丫头，明知我是短命水，还愿意与我同生共死。相爷，有个天大的好消息，妾身方才替果儿把了脉，她怀孕了。真的吗？这位娘子脉象圆滑，是喜脉无疑啊，顶多40多日。 50多天前，正是初次宠幸她的那一夜。令爷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相爷怎么发了疯似的拔我的簪子？莲花在书房倒打一耙，我急中生智，跟相爷说你角发同节，把头发埋在树下，愿与他同生共死。令爷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！那荷包里根本没有相爷的头发，万一被拆穿，怕什么？你们俩头发都是又黑又长，掺在一起，他上哪儿分去？从前只需公事公办，现在可好，被架在情深似海的牌坊上下不来了。你就把心放肚子里，如今你有这块免死金牌，相爷只会把你捧在手心。万一哪天眼砸了，这活阎王还不得活剥了我？
如果这玩意儿真跟相爷五感相连，那我以后是不是得靠他来演深情了？我喜欢相爷，相爷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光。这辈子我生是他的人，死是他的鬼。我如果没有相爷，就活不下去了。这是怎么了？不是，孙儿就是太高兴了。最喜欢相爷了，死是他的鬼，爱死相爷了，离不开相爷。原来他平日里在无人处，竟是这般毫无保留的疯狂的思慕着我。这哪里是妖宠，分明是情到深处克制不住的本能。随他去，第一次当爹，激动坏了。快把我库房里那只老山参送去正房。满脑子都是他抱着人偶亲吻的画面，真想立刻插上翅膀飞回耳房，把他就地正法。相爷，这又是唱的哪出？平日他虽偶有温柔，但绝无这般缱绻。难不成他真以为我爱他爱得死去活来，被感动了？看不懂的事，得多留个心眼。是真的，人偶当真与他五感相通。只要人偶在我手中，我便能轻易影响他的情绪。相爷，奴婢有句话不知当不当说。相爷若真是为长久计，就该多去陪陪主母。她在娘家已是受尽委屈，相爷多去陪陪她，哪怕只是说说话，她心里也能踏实不少。姑娘，书房重地，小的……姑娘请。14岁那年元宵灯会，我行飞花令输给了一个戴面具的男人，当场画了这幅图送他。怎么会出现在裴燕的书房里？难道当年的面具男人就是他？阿福，相爷可喜欢去逛灯会？姑娘想去逛灯会，这点小事儿，小的替您去跟相爷说。不必了，不过是随口一问。这根画轴比寻常画卷的轴感要沉得多。裴英该不会把矮柜暗德里转移出来的机密文书藏在了这里面？就这2本吧，看着有趣。画轴的分量实在不对劲儿，里面绝对藏了东西。可周围守卫森严，怎么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画拿出来？这书上的字你都认识？这是天地人，这些简单的奴婢都认识。相爷您看，奴婢还会写自己的名字呢，那些复杂的就不认得了。不过游记里的插图多，挺好看的。那碗莲花给我的红薯竟然有毒，我嫌甜腻，只啃了一口。第二天早上桌上只剩下1个半红薯，那消失的1个半，莫非是相爷吃了？堂堂首辅，饿得偷吃通房雅花剩下的红薯，还把自己吃成了哑巴。要不是碍于身份，真想嘲笑他一番。相爷，李嬷嬷快回府了，说是来探望老太君的。太君，只留您与裴相2人即可。道长，我这孙儿的嗓子究竟中的是什么毒？可有解法？这毒只怕有些麻烦。贫道方才探脉，发现裴相体内的余毒早已顺着血脉深入骨髓，若是强行施针解毒，极有可能会引动他原本的命劫。只怕相爷等不到孩子出生，就要魂归黄群呐。那这如何是好？敢问太君，之前贫道嘱咐寻找的命定之女可有眉目了？找着了，不仅找着了，那丫头肚子里如今已有了让枝的骨肉。大善，既然命定之女已现，这就好办了。有2个法子，其一，取命定之女的心头血，每日1碗，连续7749天。使不得，她肚子里的孩子容不得半点闪失。这第2个法子嘛？这第2个法子嘛，相爷体内的毒乃极寒之物，
若能让命定之女每日主动亲吻相爷，必须嘴对嘴，且每次需一炷香的功夫，此毒便能一点点消解化无。主动，嘴对嘴，还有一炷香。让之你别犯倔，这法子不伤人。祖母晓得你面皮薄，这事儿不用你张嘴，包在祖母身上，祖母去跟他说。太君，贫道来京的路上与李嬷嬷被一伙疑似宫里当差的人劫持，李嬷嬷吓破了胆，全招了。贫道为了保命撒了个谎，骗他们只要把桃符烧成灰或水吞下，就能顶替原本的命定之女。他们塞给贫道一匣子黄金，拿着人偶和桃符走了。娘娘明鉴，属下打探到，近几个月相爷确实对那个叫江儿的通房极其偏爱，连正式薛氏进门都没能分走半分宠爱。裴衍的命数系在一个通房丫鬟身上，只要本宫喝了这符水，就能取而代之。荒谬！裴衍的喜怒，裴衍的欲念，裴衍的命都是我的，绝不能在大事已成之前让别的女人抢走它。让之的哑毒非得至亲至热之法方能化解，必须找个与他情分最深的人，每日嘴对嘴亲上一炷香的功夫，用情意去刻画寒毒。这府里上下除了你，谁还能当此重任？一天到晚啃人嘴巴一炷香，这哪门子的邪门偏方？十有八九是因着我这命定之女的命格。太君故意套上深情的壳子，纯粹是防着我恃宠生骄罢了，各取所需吧。奴婢为了相爷，什么都愿意做。可是太君，奴婢恳请，切莫将奴婢有孕之事声张出去，最好挑个老实沉稳的通房，假装怀孕，替奴婢挡一挡明枪暗箭。你这丫头思虑的周全，确该如此。这人选，老生好好斟酌斟酌。哎呀，居士身体康健得很，装头晕可是试探贫道的医术。道长高明，可知我是谁？有关你的一切，贫道只需掐指一算，便一览无余。一切？难道他连我是侯府遗孤，背负血海大仇的事也算出来了？居士莫慌，贫道算出你与相爷有前世未尽的姻缘，命格互补。只要你得到相爷的真心，心中所求皆可如愿。最好是反复念叨相爷的名讳，再诚心许愿，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福报。什么前世姻缘，都是骗小孩子的鬼话。裴衍啊裴衍，你那哑巴毒再不解，我可要愁死了。唉，突然好想吃糖墩儿啊！你还笑？昨晚相爷突然闯进来递给我，我都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。不过是看在我肚子里这块肉的份上，好生供着罢了。外头的糖墩儿都是山楂做的，你这个却是红枣做的，搞不好是相爷自己去小厨房捣鼓出来的呢。堂堂首府给通房做糖墩儿，觉得挂不住脸，才躲到书房去了。令姨，我必须得找个法子，把书房那幅采莲图的画轴弄出来查验一番。只是阿福盯得紧，找不到机会。用进了糖水的帕子，在画的边角抹上几道，书房火盆一烤，就能把虫蚁招出来。这招妙，可若是萧卫查出糖水是我抹的，我借着主母的身份进去发难，呵斥他们当开不上心，你便趁乱上前去取那画轴里的东西。龙城道长说需要至亲至热之法刻画寒毒，奴婢愿意帮相爷解毒，只是相爷可千万忍着些，莫要反客为主。相爷不喜欢吗？不喜欢的，可堂堂首府怎能说出口？那要不就直接来？直接来。
这什么破解毒法子？思明，憋死我了！这女人嘴上装的规矩，心里竟这般难耐。说好一炷香，骗子！果儿手巧，今儿多吃些。太君，这碗先给您煮。太君，李嬷嬷怎么？她多嘴多舌，让之罚得重，把她舌头割了。到底是跟了我30年的老人，索性放回我眼皮子底下，也翻不出什么浪来。难道相爷知道他用人偶威胁我的事了？今儿过节，你们辛苦了，我来还书，顺道再替相爷借2本。姑娘请，里头冷，需不需要给您添个火盆？有劳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那么大一副彩莲图呢？去哪儿了？如果我没找到他，你是不是连见都不想见我？皇上已经在疑心我了，你派人在我书房找司空证据，想连累整个萧家吗？萧家？我为萧家做的还不够吗？当初若不是你哥死了，你明明可以娶我的。那姑娘是我哥的心上人，我答应过他，一定会找到他，保他一生平安顺遂。你到底把他藏哪儿了？他死了。不可能！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定远侯府的嫡女，慕容顺顺。定远侯父子通敌叛国，去年圣上下旨满门抄斩，他早就化成一捧白骨。这就是慕容顺顺送给你哥的定情信吗？说不定他们在阴藏地府已经相认了。什么名声、地位，通通不重要，你的心必须是我的。不是说你跟人偶共感吗？为什么没有反应？为什么你没有反应？居然是真的！3月15，我会去白云山礼佛，到时候我们再详谈。顺顺的话为何在他手里？我有一好友宣武将军，4年前元宵灯会对一姑娘一见钟情，你可认出这是哪位京中贵女所画？这画，这笔锋的走势和轻重，看着像原定远侯府的嫡女慕容顺顺所画。天哪，相爷的心上人真的是顺顺！果儿，他心里那个人绝对是你。令姨，你别胡说。若真是替别人打听，他何至于难过到落泪？他惦念了你4年，果儿，你干脆跟他坦白吧，有他护着，定远侯府定能翻案。不行，万一他不信呢？万一他觉得我蓄意欺瞒，是为了算计他，要取我性命呢？我不能拿你和我的命去赌。
连着5日，见我就跑。你当这正院是你玩捉迷藏的后花园？奴婢不认得你写的字。果儿腹中是裴家第一个嫡孙，绝不容有失。我挑了几个老师的通房，老君让他们假作有孕，替果儿挡夫人，箭。你怎么提我这种危险？这些丫鬟不知底细，若是走漏风声，岂非前功尽弃？由孙媳来假装怀孕。孙妻是正妻，名分最正，与其把这样大的事托给一个不知底细的丫鬟，不如交给孙媳。孙媳绝不会害了果儿。好孩子，委屈你了。令姨，你为何要接着烫手山芋？下个月初3是我父亲寿宴，外祖家那几个表哥也会来。好，亲手手人当年企图辱我的畜生，我帮你。掀开底下的褥子。小东西今日贪嘴，偷吃冰酪，夜里咳了2声，笨手笨脚，梳头扯掉我3根头发，吓得直哆嗦。相爷他是真的喜欢你。解毒需要我主动，相爷又忘了。相爷昨日咬的太重了，又不是3岁小儿啃糖葫芦，还有这里都掐出青痕了，一弯腰就疼，还怎么干活嘛？还说不是矫情，这小东西简直倒反天罡。冷落了他几日，既喜欢他，今日便好好补偿他。为何毒我？相爷，你能出声了？回答我，为何毒我？奴婢不敢说，奴婢只是个通房，越是喜欢相爷，都是一生越害怕。相爷待我好，我便忍不住贪心，想让相爷只看着我一个人。奴婢怕自己越陷越深，忘了身份，惹相爷厌烦，只好时时提醒自己要克制。我抱你，吻你，你究竟喜不喜欢？喜欢。既喜欢，日后便无需克制。在我面前，你想如何便如何。今日把你们叫来，是要宣布一件大喜事，令姨她有身孕了。老太君，下月初3便是家父60大寿，令姨想带着绿姨和果儿提前回薛府住上3日。该去，该去。秦嬷嬷，去库房挑几件体面的寿礼，再备些安胎用的补品，让令姨带回去。是，老太君。萧三，属下在。去薛府，暗中保护夫人和江果儿的安危。若他2人有任何差遣，你悉数照办。若胆敢有人伤害他们，直接杀了便是，不用请示。